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武术新传遇见陈阿茂老师》。感谢各位收看陈阿茂老师的节目。一开头，赶快先跟我们的武术大师陈老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你们好。好，还有我们的高世峰老师，主持人好，谢谢你的参与。OK， 老师，这礼拜的题目，老师、主持人两位好，请问闰6月跟农历7月适合增建动土透天1楼后面的厨房吗？感谢老师，老师这一拜托一下，谢谢。这个题目有人会常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问，老师那个闰6月是不是已经算7月了？是，那是不是闰6月就要拜好兄弟？那我们讲说12个月为什么他要用闰6，他不用闰7？所以闰6它还是归属在6月的节气。OK， 所以这个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的农民历是以阴历为主，不是像我们的阳历是以太阳绕着地球绕着太阳的黄道这样来计算，所以阴历本身是以太阴历法。那我们的闰它本身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它一样，竟然是闰6月，它走6月的气，是6月的气为何不行？但是一般的传统习俗里面，正6月加上今年多一个6月，一般都比较不喜欢做嫁娶。那到底6月做嫁娶有没有不好？可是老师如果说没有，偏偏有些人传承下来就讲，6月新娘叫做半路新娘，6月新娘叫做半路新娘。以后婚姻如果不幸，就怪你这个看日子的老师。所以一般老师都会讲，如果问我6月可不可以，我说没关系，但是我不会帮你，因为老人家可能会认为6月结婚叫做半路新娘，搞不好夫妻结婚一半离婚了就怪我们了。对，那7月到底它的月令好不好？问我，老师在搬家在安神位，我自己家我都用7月。7月本身它是属于大孝月。那大孝月又好兄弟都出来，对，你跟好兄弟如果没有任何的前世的因缘，7月份他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干扰。那如果我们跟这个好兄弟前世有一些因缘的交集，7月份他来，你的7月初1、7月15，有些人更干乎，连7月底他都有一起拜好兄弟。我们拥抱敌人，他就不会对我们修理。所以7月初1、7月15拜好兄弟，两个角度，一个就是大悲，同体大悲，我们的祖先都拜了，那从那边上来的祖先的一些朋友，可能他的杨氏子孙没有人拜，我们就一起在下午的3点以后，对，准备丰盛贡品来敬拜他们。7月15又是中元，所以祖先在那一天就会得到中元地官的赦罪，所以杨氏子孙以孝思为主来祭祖，然后也可以祈求赦罪地官赦免我们的先人的罪愆。对，所以7月15祭祖为一方借神的力来赦免，一方面让祖先觉得杨氏子孙对他还是重视，所以相同的也会准备贡品拜外方的好兄弟。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个祭典科仪里面都是由我们的一种概念传说这样子而起。是，老师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尤其里面有一句话，我真是听到重点中的重点。你说这个祖先的朋友杨氏子孙没有拜，我们特别在中元节的时候来拜一下这个祖先的朋友嘛，对不对？你帮他的朋友照料好，他在他的国度跟这些朋友也会反过来回报给你的祖先，对不对？那你祖先好，我们是不是也会过得很好？这个真的太棒了！再次感谢你有提醒我们这件事。所以中元节真的不要以为拜拜好兄弟只是路边的这个很多这个你不认识的人，事实上有很多是你祖先的朋友。再次感谢你的回答，谢谢。老师，我这边帮观众朋友提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7月的话再拜的话，一定是要7月初1，或是7月15，或是到7月底这3天。那有时候的话，为了方便性，它周六或是周日的话，然后才能够集合大家的力量。那是不是7月初1、15，或是7月底？那这样子的一个祭拜的话是 OK 吗？
像我们台湾的基隆老大公庙，它7月初1鬼门开，是，那听说今年不6月初1就开了，这就是民间信仰为什么标准就不一定标准，地方习俗为主。是，那刚刚高老师在提的是一定要初1、15跟月底吗？7月份在拜好兄弟，它比较在整个习俗上比较没有这一个限制。比如说我们这一间地方大庙，刚好初1不是礼拜天，可能会利用礼拜天的时候，但那天可能已经是初5了。他利用大庙的主神来搭棚子，来为地方做一个大普施，所以可能就不一定7月初1拜。所以我们地方的人就会准备很多丰盛的贡品到大庙一起叫做占卜中元，是，或是7月占卜。所以7月初1的它可能叫7月占卜，7月15的叫占卜中元，都是集全村的力量。那现在像我们大都会地方的社区，一个社区搞不好300-400户，300-400户都比我们乡下的那个村庄都要来得多了。他们搞不好也都挑礼拜6、礼拜天，大家整个社区准备丰盛的贡品，这样再拜。所以在7月份，你只要7月初1到7月底任何一天，集众人的力量一起占卜，它可以供养得更丰盛，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老师的学生问我这句话，我就问他一句：花要插在前头比较好，是，还是等到人走的花再插上去？前头。所以学理归学理，诚心还是重点。是，谢谢老师。哇，老师这一题解答得太精彩了，高老师也提问帮观众朋友问得很好，再次感谢2位老师的时间，谢谢张老师，谢谢老师。好了，各位朋友，希望这部影片对你应该是有很大帮助了哦，就连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大的启发。再次感谢你的收看，也欢迎你在底下持续的提出你想要请问陈老师的问题。那记得订阅、按赞、开启你的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